上集说到高启盛伪装家教接触到了陈淑婷，想要从他口中问出司机的地址，这一消息至关重要。陈淑婷并未向他透露。安心在到访记录中看到高启盛的名字时有些惊讶，他既是高启强的弟弟，又和小龙、小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安心心里的疑云越来越重。随后，高启盛和小龙就被分别带走问话，安心则将高启强约到一个面馆，旁敲侧击询问他有关事宜。高启强却对答如流，没露出一丝破绽。再看小龙这边，警方采集了他的 DNA 样本，和事发当日安心指缝里的皮肤组织进行了对比，确信小龙就是那晚袭击安心的其中一个罪犯。证据就在眼前，小龙很快招认了另一个同伙。此时，没有进展的安心拿出一张监控拍下的照片，时间是徐雷出事当天，地点是出事鱼塘附近不足2公里。画面是同坐在一辆车上的龙虎兄弟和高启强。安心继续以这张照片为切入点问话，但这段时间的历练，高启强在心理素质这方面着实精进了不少。他一脸真诚地说自己是到那里进货，顺路坐上了小龙、小虎的车，并且还信誓旦旦表示有进货单可以证明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。然而越多的巧合就越能证明事有蹊跷，怀疑的种子埋下了，就难以根除。因为手不方便，安心请高启强帮自己摘一下手表。这时2个警察找到面馆，告诉安心小龙招了，并且供出了同伙。安心赶忙拦下2人，让他们稍等，然后坐回高启强对面，试图劝他坦白从宽。他始终相信高启强不是一个坏人，可他低估了高启强的准备。原来早在事发后不久，高启盛这个大学生就猜到警察会验 DNA， 于是他们便找了音响店的小子替高启强顶包。所以小龙供出来的人并不是高启强。安心一脸错愕，高启强擦了擦嘴，淡定起身离开了面馆。经过审讯，警方确信几人是早就串通好的，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，还都否认见过安心的枪。案子一时间陷入僵局。安心将这几件事串联在了一起，虽然真相确实如他所说，但还是那句老话，办案讲究的是证据。翌日，高启盛再次来到陈淑婷家，2人在警察眼皮底下传递了一个手机号码。高启强拨通了这个号码，电话那头赫然就是泰叔。泰叔不满于徐江日渐脱离掌控的嚣张态度，便决定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将司机的地址给了高启强。靠着这个地址，高启强又拿捏了徐江一回，逼他放掉了小虎。小虎安全后第一时间给高启强打去电话，高启强告诉小虎，警察一定会找上他，到时候只要按自己吩咐的去做就行。小虎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对高启强唯命是从。晚上，高启强碰到等在楼下的安心。平常老谋深算的高启强一到安心这里就切换了老实人人格，笑眯眯地将安心领回了家。安心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蹭饭，而是想借机寻找自己的枪。他坚信这把枪一定就在小龙真正的同伙高启强手上。饭桌上气氛微妙，安心话里有话，不断试探兄弟俩。3人极限拉扯了一番。高家兄弟知道安心心软，合伙演了出家平受欺辱，努力寻出路的戏码，不仅让安心放下了戒备，还觉得戳了别人痛处十分自责。别让我抓住了，你就遭老罪了！这场拉锯战在安心的愧疚中结束。高启强送安心下楼，他将司机的地址塞给安心，让他不要问从哪来的，就当还他人情了。安心顾不得细问，拿着地址驾车离去。高启强可不是单纯为了报恩，他返回家中，疯驴子已经带着人绑了高启盛，威胁他交出地址。高启强照办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安心呢。这老高一个人800个心眼子，实在不地道。安心第一时间将队长和李想约了出来，这2人是他在公安局最信任的。安心希望李想能把枪借给他用，李想拿安心当战友，别说借把枪，人也能借给他，就算拼着不穿这身警服，李想也要陪安心一起去抓罪犯。搞定了李想，安心又眼巴巴地看着队长，想求他帮忙弄到协作函和介绍信。身为师傅，队长知道安心是个倔脾气，自己多说无益，于是便找值班局长帮他拿到了正义。安心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随即启程前往司机所在的西平县荣兆汽修厂。中途2人在服务区吃饭，无意中发现了疯驴子和麻子，跟了一路发现双方目的地相同。安心确信他们的地址也是高启强给的，此次前来是要杀人灭口。到达西平县后，2人第一时间寻求了西平县公安局的帮助。一行人来到汽修厂守株待兔，没成想关键时刻出了岔子。西平公安局局长觉得姿势体大，便命自己人暂停行动，他要和金海市这边沟通一下。眼看疯驴子和麻子跟着司机进了屋，再等下去恐怕人都要凉了。安心和李想坐不住，2人冒险跟进了厂房。一番惊险追击后，安心以胳膊被钢筋刺穿的代价抓到了疯驴子和司机，还意外找回了自己丢失的枪。这把枪被小龙卖到黑市后，又机缘巧合下被疯驴子买了去，如今辗转回到自己手中。安心激动的难以言表，这次任务算是有惊无险的完成。安心被送往医院治疗，
理想京局领导同意，就地审问了疯驴子和司机，过程十分顺利。白江波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，这次手续完备，证据齐全，徐江的保护伞估计也保不了他。果不其然，徐江找到幕后大佬，想请他救命。在大佬面前，嚣张跋扈的徐江变成了缩手缩脚的鹌鹑，连说话声音都低了几个度。对面的大佬则隐匿在阴影中，一言不发。看轮廓是个头发多的，基本可以排除没头发的老安。徐江成了弃子，此刻他躺在家中，儿子的遗像突然掉到了地上，徐江顿时感觉心神不宁，立马收拾东西跑路。等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偌大的别墅已经人去楼空。另一边，高启强觉得最近事情太多，是时候做个了结。高启盛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自己老哥这是准备去自首。高启盛极力反对，为了让高启强打消这个念头，他将在外读书的小兰叫回了家。最终，在弟弟的亲情绑架以及自己的侥幸心理等多重作用下，高启强放弃了自首的想法，失去了这次悬崖勒马的机会，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安心思来想去，还是找到了高启强。巧的是，高启强正因为向徐江透露司机位置被陈淑婷找麻烦，还好安心出现的及时，这人情又欠下一个。等所有人都离开后，两人席地而坐。安心苦口婆心劝高启强不要一条道走到黑，但是高启强心意已决，两人彻底背道而驰，从此一黑一白，泾渭分明。随着徐江被通缉，当晚上山被警方监控记录下的小鱼们都悉数投案自首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安心不满意，他觉得应该趁热打铁，顺藤摸瓜，揪出徐江的靠山。结果这个瓜自己爆了出来，一个领导在市委常委会上承认自己上过游艇，但坚称自己只是应邀去和徐江谈工作。至于黄翠翠一行人，在他眼里只是普通的服务员。该领导还表示，就算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，他也真正不怕影子写。这话说出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然而该领导手段高明，最后只得了党内批评的处分，这件事也被轻飘飘地接了过去。安心还没能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该领导就来到市公安局，点名要见安心。这个领导就是时任京海市政法委书记，20年后成为市长，带人在高速口迎接指导组的赵立东。赵立东身边前呼后拥，装模作样的说了几句场面话就要离开，从发量来看8成就是徐江的后台。最后安心没憋住，大声朝赵立东喊道，自己一定会抓到徐江，让他交代所有犯罪事实，揪出所有牵扯其中的人。这无疑是说给赵立东听的，同时也代表了安心的态度。他向所有黑恶势力和保护伞宣战，只是这一战是前所未有的艰难。赵立东的报复来得很快，他向市长汇报自己鉴于最近形势，搞了一次督查行动，发现是刑侦队的个别同志在被调查期间擅自到别的辖区抓人，由此可见市公安局上下存在严重的作风问题。赵立东向市长提议，对于市局应该严肃整顿，取消其精神文明奖的评定，但对于因公负伤的同志，则要大力褒奖。赵立东这一手离间机用的是真好，他取消全局上下的奖金，把荣誉给了安心个人，这无疑是把人架在火上烤。果不其然，同事们本就对安心这个关系户颇有微词，现在他明晃晃地触碰了大家的利益，众人便将不满摆到了明面上。这时，之前说到的黄翠翠的前男友阿莫改造出狱，他第一时间托人将自己在狱中的获奖证书转交给安心，随后来到黄翠翠父母家，结果却被赶了出来。女儿看到他也害怕地跑开。转悠了一天没找到工作，阿莫无所事事地游荡在街头，路过的小虎认出了他，大家都是旧厂区一起长大的邻居。小虎带着阿莫找到高启强，说强哥现在已经是这一片的大人物。高启强知道阿莫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，认可以及维持生计。高启强的小灵通店越来越忙，他索性将自己的鱼档交给阿莫，不收他任何费用，只管帮自己卖鱼，赚的钱除了交租金其他自己留着。阿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不仅如此，高启强还帮阿莫解决了住所问题，安慰他不要再想黄翠翠的事，安心挣钱把女儿接到身边。强哥惯是会收买人心的，但高启强不是安心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对一个外人好，这么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挑起阿莫找徐江报仇的心，替他铲除徐江这个心头刺。高启强这手借刀杀人实在妙。那么这集就讲到这儿，什么也不说了，先去买《孙子兵法》看看。